大家好，我是美食多 YouTube 黄金3小时。如果是我的铁粉，请给我一个 like。第一次看我的视频，请您静悄悄的给我一个 like。老年痴呆又叫阿尔兹海默症，也被称为上帝最恶毒魔咒，因为这种病经常发生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身上，而且还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病几率不断的上升。现在85岁以上的高龄人当中，每3个人就有一个是老年痴呆。阿尔兹海默症协会预测，到2050年，全国患者将从目前600万人增加至1300万人。据中国老年保健协会阿尔兹海默症分会的文章报道，中国目前有1000多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预计到2050年就将突破4000万。更可怕的是，科学研究发现，一些所谓的好习惯其实可能是老年痴呆的元凶。现在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当前阿尔兹海默症的最新发现和研究进展，包括疾病起因以及有效预防和应对措施。一是什么在剥夺老人的记忆？刘大爷今年85岁了，在20年前开始出现老年痴呆症状，从开始的丢三落四发展到现在正常生活几乎无法自理。他现在完全离不开人。就在本月初，刘大爷在院子里晒太阳，妻子见他在自家院子里也没太担心，放心的去做家务了。没想到的是，等妻子做完家务之后，刘大爷不在院子里了。这时他慌了神，赶紧报警，并通知子女一起回来找刘大爷。一家人找了整整2天，没有找到他的踪迹，所有人都焦头烂额时，刘大爷自己回了家。回家时，他整个人跟流浪汉一般，全身脏兮兮的，饿得不轻。至于他是怎么找回家的，他自己也说不上来。这已经不是刘大爷第一次走丢了，但却是第一次走失这么久。刘大爷的妻子暗暗下定决心，之后一定不能离开他一步，防止这种情况再次出现。在生活中，像刘大爷这种情况的老年人非常多，不少老年人却不像刘大爷如此幸运，走失之后还能回家。到底是什么偷走了老年人的记忆？阿尔兹海默症已经成为严重威胁生活质量的社会公共健康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阿尔兹海默症？正常情况下，我们的大脑内有种潜在的毒性蛋白质，会随着年龄的增加不断累积。当其数量超过一定量时，会形成淀粉样斑块沉积，继而威胁到正常的脑细胞神经传递。一些所谓的好习惯其实可能是老年痴呆的元凶。根据日本研究，不吃早餐和阿尔兹海默症有关。日本健康社会服务人类科学杂志上曾发表过一项研究，研究人员对525名年龄大于65岁的老年人进行了为期6年的随访，对受试者的饮食、生活习惯进行了跟踪调查。通过分析发现，不吃早餐与阿尔兹海默症的发生风险增加之间有直接联系。相较于吃早餐的受试者，不吃早餐患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增加了4倍。对此，研究人员认为，与不吃早餐会导致身体营养摄入不足，导致无法为大脑功能，令其过早衰老、功能退化有关。除了不吃早餐之外，研究人员还对其他可能与阿尔兹海默症发生风险相关的饮食习惯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经常吃零食会导致患病风险增加 2.7 倍，因零食含有的脂肪含量较高，容易让血液内的胆固醇含量上升。盐分摄入过多会导致患病风险增加 2.5 倍，因过量的盐分摄入容易导致大脑内血管内破损，继而让脑内血压升高，大脑皮质萎缩。
二是盲目追求饮食清淡，更容易患老年痴呆，尤其是老年人，清淡饮食不要过度，否则反而会给身体带来多种危害。我们经常听到不要吃辛辣、油腻刺激性食物的说法，要吃一些清淡食物才对身体好。不过清淡饮食也不要过度，否则反而会给身体带来多种危害。如果饮食长期过于清淡，尤其老年人更容易患老年痴呆。过于清淡的饮食含有的维生素 B12 比较少，时间久了就很容易因为缺少这种物质而损伤到神经细胞，容易患上老年痴呆。所以平日应该保证饮食均衡，摄入丰富全面的营养，才能保证身体的正常运转。医生提醒，这些阿尔兹海默症的早期症状需要警惕。阿尔兹海默症早期其实是有迹可循的，当发现身边老人身上出现这些症状时，要及时警惕就医。学习新事物的能力下降，无法单独外出购物，对一个人的收支规划变得困难，明显有记忆力下降表现，对于同一件事情反复询问，对于想要表达的东西无法正常表述，用词十分困难，对以往的爱好失去兴趣，性格也发生了很大改变，逃避社交活动，也不愿与亲友多交谈，忘记回家的路，忘记具体的时间和季节，情绪波动很大，经常焦虑、抑郁、暴躁。普通的家务、熟悉的工作在处理时出现了困难。预防阿尔兹海默症，要从生活中的一些细节去进行改变。这几件事很重要：一是多吃鱼，日常可以多吃三文鱼、沙丁鱼等；二是常玩数独，数独是个很考验大脑能力的活动，经常锻炼大脑可帮助其功能得到加强，对于预防阿尔兹海默症有帮助。三是维持健康体重，体重越高的人群，患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也越高，所以保持健康的体重很重要。在日常，要通过饮食、运动等方式积极控制体重。四是坚持冥想，冥想对增加大脑内的血流量有一定的帮助，可帮助降低人的压力水平，获得更好的认知功能等。五是保证充足睡眠，良好的睡眠可以让大脑获得充足的休息时间，对于保护大脑健康有好处。要保证每天的睡眠时间在7到8个小时，且不要熬夜。总之，阿尔兹海默症是一个不可逆的疾病，建议大家积极通过干预措施来降低患病风险，并且保持乐观心态，时刻关注身体状态，做到早发现、早治疗。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制作视频不易。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别忘记点赞、收藏，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下个视频见啦！